好，我们来刚用这个 UV 来乘以一个系数，可以放大或者是缩小这个 UV 啊。这1×1呢，就通过这个系数来改变，比如说乘以10呢，就变成10×10。但是 UV 可不可以来进行加减法呢？我们可以试一下啊，看一下，按下 U， 然后在这个地方左键，然后呢来一个加法，我们打个加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加法的含义是什么。我们呢给它提升为参数，然后传给这个 UV。我们暂时不管这个东西啊，乘法我们暂时不管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法。好，保存之后呢，在这边多出来了这里一个这个 B 的这个选项啊 ，B 的这个选项。把它打开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选为1的话，就是在 UV 上加一个1，好，它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加2呢，加2，加3呢，好，没有变化，我们再保存一下啊，看看什么问题。OK， 可以，加2，加3，加4，加5，好，发现没有变化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加 1.01， 可以看到这个往上面走了一点点。如果呢 1.02， 它又往上面走了一点点。1.03 就是斜着往上走，所以加法在这个地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？将 u 和 v 平移，对不对 ？x、y 平移。加一个数呢，就是斜着移；加2个数就是横着或者纵向移。好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来怎么来看一下啊？用一个叫做 append 是添加或者是将两者融合，将两个 a 和 b 融合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可以来一个提升为参数 a， 然后这里提升为参数 b， 我们把它取名字叫做第一个 x offset。然后 y offset， 好，我们把它的这个值，放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用了一个 append， 将这个 x、y 组合成一个两维的，跟我们的 UV 相加，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。好，把 x、y 打开，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调整 x 它就在旋转，就左右平移。如果是调整 y 呢，可以看到它在上下所以我们 UV 的加法UV 进行加法就是对 UV 进行平移，好，如何把这个东西呢也联系起来？我们把这个去掉，把这个相加的部分同样的还是相乘，然后移到上面来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先对它进行平移，平移完之后，同样的让这个系数还是可以用好，我们的应用我们来看一下 ，UV 我们可以放大缩小可以放大缩小，也可以呢。对它进行平移，上下左右移动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UV 的加减法，然后我们用这个 append 来组成两个，同时呢，这个乘法还保持有效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这个可以进行由 x、y 和 UV 同时调整的这个参数。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材质来创建很多个不同的实例，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木材让我们这个材质更加丰富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创建一个新的，我们把它复制，我们把这个新的附上去，然后呢给它稍微移动一点，然后呢 UV 变成稍微高一点吧，然后呢转动一点。就可以看到，我们用了只用了一种材质，但是呢，做了好像3种，细看是不同的这个材质球
我们把这个再加高一点嘛，再加高一点，看上去更加区别大一点。可以看到这个呢更加细纹一点，然后这个更加粗一点啊，这个中间。好，我们只用了一种材质，做了3种不同的实例。